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JoJo's Magic Pocket。今天我要做一年四季都很受欢迎的甜点脆皮泡芙。首先我们要将2个鸡蛋的蛋黄分出来，这里不需要用到蛋清部分。用蛋抽搅拌均匀，再加入45克的细砂糖。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还需要30克的玉米淀粉。这里你发现要把它搅匀其实很难，所以我们要加入60毫升的全脂牛奶，把它搅打到这个程度停止。另外在一个奶锅中将剩余的200毫升的牛奶倒进去，还有1茶匙的香草精。我们开中火将这个牛奶微微的加热到沸腾状态，然后我们将这锅牛奶缓慢的倒回到我们刚才搅打的蛋黄液中，一边倒一边用蛋抽搅拌，不停的搅拌，防止这个蛋液过热变熟。我们一直搅拌到这个程度，直到整锅牛奶都加完。然后呢，我们再将这些混合物倒回到奶锅里面，同样是用中火，然后用一个橡皮刮刀不停的搅拌，直到它变得浓稠。你可以自己观察这个质地，直到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停止了。然后将这锅混合物转移到一个大碗里面，用保鲜膜贴着卡士达酱的表面密封保存，放入冰箱冷藏至少2个小时。接着我们来准备脆皮部分，首先是60克的无盐黄油，50克的细砂糖，70克的低筋面粉，用橡皮刮刀稍微搅拌均匀一下，然后换上手套，直接用手揉搓成团，把它稍微压扁，在2张烘焙纸中间用擀面杖擀成厚约 0.5 厘米的薄片，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冷冻30分钟定型。接着在一个奶锅中加入无盐黄油、牛奶和盐，加热到微微的沸腾，然后迅速的塞入低筋面粉，趁热用刮刀搅拌。如果你没有立即进行这一步，将产生如釉涂的效果，这样的面糊是没办法做出成功的泡芙的。现在我们要把已经打散的3到4个鸡蛋蛋液分4到5次缓慢地倒入到面糊中，用刮刀搅拌，拌到这个面糊可以挂在刮刀上，形成一个 V 型，并且能缓慢地滴落，就表示面糊成功了。我们要把面糊转移到裱花袋里面，用夹子固定一下。在烘焙纸上挤出直径约5公分的圆形，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挤好，大概可以制作12个泡芙。现在冷冻的脆皮也已经定型了，我们用一个饼干切膜或者盖子切出一个个跟泡芙直径一致的圆形脆皮，然后我们再依次的轻轻的将这些脆皮放在泡芙上面，将脆皮泡芙送入已经预热到210度的烤箱里面，先烘烤15分钟。然后再降低这个烤箱的温度到160至170度，我们需要续烤10分钟。最后我们要让它在烤箱的余温里面自然冷却，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准备装饰用的翻糖花。我在这里用到了一个简易的神器，你要先涂一点油在模具里面，再把一小坨翻糖按压进去，用手去除边缘多余的部分，还需要再等待大约10分钟，这样就可以非常轻易地将翻糖花取出来了，是不是很简单？我在这儿还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制作简易翻糖玫瑰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个视频，里面也有详细的操作步骤，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你看，就这样把它给卷起来，然后需要用到一个小工具，你可以用任何的工具，将它的花瓣往外翻一下，不用3分钟，这个漂亮的玫瑰就做好了。下面我们要准备泡芙的馅心。将之前准备好的卡士达酱用打蛋器搅打至顺滑，再将170克的鲜奶油搅打至7分发，就这样，稍微有点小尖口就可以了。接着要分2次将奶油拌入到卡士达酱里面，
后搅打到再次顺滑就可以了。最后一步，等我们的泡芙晾凉了，就用一把锋利的刀将它的顶部去掉，然后把线芯注入到里面，再放上你喜欢的水果。我在这儿用了葡萄、蓝莓、芒果，还有树莓。最后还要插上翻糖花，把它装饰成为一个美美的盆栽。第二种造型是一个水果花篮，也跟刚才一样，要去掉泡芙的顶部，不过还需要另外切下一个大一点的环形。后面的步骤都是类似的，你可以自己自由创作发挥。最后呢，我们再把刚才那个环形给剪开，插在这个花篮上面，就成了花篮的提手。很简单，这个造型就做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脆皮泡芙了，让我来帮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香草卡士达的奶香味很浓，再搭配水果，让这个口感非常有层次。虽然翻糖花很甜，但是有水果在前面做铺垫，吃起来也是完全不腻，没有负担。这个泡芙的脆皮是酥到掉渣的，吃到嘴里还有香酥的回味。我是吃完了一个还想着下一个。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给我点个赞，谢谢大家，拜拜。